最近广东一个视频火了，一位年轻人因为失业，每天只能在楼道里假装上班，到今天已经是第291天。这不是个案，评论区满是共鸣的年轻人。可见，如今中国年轻人的就业处境已经糟糕到了什么地步。先给大家看几组触目惊心的数据。今年9月份，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高达 17.6%， 这个数字已经是统计局调整后的结果。真实情况可能更糟。年轻人失业已经成为一个不能说的秘密，但它就像幽灵一样，始终萦绕在每个中国家庭头上。我们来算一笔更吓人的账。根据北京大学的研究数据，全国16至24岁城市青年约有9600万，其中一半还在校读书，大约是4800万。剩下的4800万年轻人中，只有3300万人正在工作或找工作。最让人担忧的是，还有1600万年轻人下落不明，他们既不在学校，也不在找工作。这意味着实际失业的青年人数高达2200万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整个北京的常住人口。这么多年轻人不是在啃老，就是在做零工外卖，或者躲在家里考公务员。更惨的是，他们连失业保险都领不到。为什么说领不到？因为按规定要先缴满1年保费，还得提供非自愿失业证明。这对于2.97亿农民工和2亿灵活就业者来说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再看看2024届毕业生的惨状，智联招聘的数据显示，只有 48% 的应届生拿到非正式 offer， 剩下的人呢 19.1% 慢就业， 13.7% 自由职业。说白了就是失业在家。有意思的是，一位在上海 IT 公司工作的吴先生透露，他们公司今年面试的清华北大毕业生突然变多了。以前这些名校生都去哪了？ BAT、 华为、字节这些大厂。现在呢，连985名校毕业生都在抢2、3线公司的工作。更讽刺的是，中国政府对这些失业青年的关怀。2024年的就业补助预算是多少？667亿。看着很多是吧？平均到每个失业青年头上，一年也就3000块钱。而且这钱主要是补贴企业，不是给失业者。对了，还有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政策，鼓励大学生下乡。这不就是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 2.0 版吗？50年过去了，中国青年的出路居然还是到农村去。但你猜怎么着？就在9月初的中非峰会上，中国一口气承诺给非洲3600亿人民币的援助，还说要在非洲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。国内2200万年轻人失业，对不起，没钱。给非洲撒币，那必须的。有人说年轻人眼高手低，不肯吃苦，但事实是他们连吃苦的机会都没有。经济持续萧条，9月份 GDP 增速降到 4.6%， 创下2023年新低。房地产市场更是雪上加霜，新房价格跌幅创8年新高。外贸那是唯一的亮点，但9月份出口增速也急剧放缓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连最后一根稻草也快保不住了。没有经济增长，拿什么创造就业岗位？更可怕的是，这不是短期现象。从2020年疫情开始，青年失业潮已经持续了整整4年。4年时间，足够一个大学生从入学到毕业了。但中国的就业形势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每况愈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谁该为这场持续4年的青年失业危机负责？咱们先看看历史。1978年以来，中国其实已经经历过5次就业危机了。第一次是1980年的知青回城潮，数百万知青从农村返回城市找工作。第二次发生在1989年，当时经济增速断崖式下滑，导致就业市场萧条。第三次是1998年的国企改革下岗潮，数千万工人失去饭碗。第四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
引发的就业寒冬。而现在，从2020年开始，持续到今天的青年失业潮，则是第5次就业危机。有趣的是，前4次危机，政府都想办法解决了，可这一次呢，好像突然就没钱了。有趣的是，前4次危机，政府都想办法解决了。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，一口气扔出4万亿救市，硬是给2000万农民工创造了工作机会。可这一次呢，好像突然就没钱了。更讽刺的是，现在的失业青年可都是985、211毕业的高材生。以前是农民工找不到工作，现在连清华北大的高材生都在送外卖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有3个。第一，国进民退。这10几年，国企越做越大，却创造不了多少就业。真正能解决就业的民企却被打压得喘不过气。数据显示，过去3年，中国民营企业数量首次出现负增长，减少了183万家。每家企业按平均雇佣10个人算，这就是1830万个工作岗位没了。第二，中美贸易战加上清零政策的双重打击，大量外贸订单外流，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。刚刚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前3季度，实际利用外资同比暴跌 30.4%， 这个数字太吓人了，以至于党媒人民网都不敢报。来看看今年撤离或缩减中国业务的外企。全球万亿资管巨头富达国际宣布在中国裁员500人，美国顶级咨询公司麦肯锡也计划裁掉约500个中国员工岗位。科技巨头惠普更是直接把 PC 生产线搬离中国。日本最大的轮胎制造商普利司通干脆关闭了整个沈阳工厂，导致1000多名员工失业。不仅如此，佳能、三星、索尼、东芝、尼康、亚马逊等知名跨国公司也纷纷撤离中国，把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或回迁本土。这些可都是提供高薪工作的大公司啊，他们一走，年轻人的好工作就更少了。这些可都是提供高薪工作的大公司啊，他们一走，年轻人的好工作就更少了。第三，也是最致命的，政府把钱都花到面子工程上去了。3600亿给非洲，一带一路撒几万亿，搞所谓新质生产力烧钱补贴，却不愿意给失业青年一点福利保障。有经济学家分析，中国完全有能力建立失业保障制度。光是给非洲的3600亿，就够给每个失业青年发 1.6 万补助了。但政府偏不这么干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，你失业是你能力不行，活该被淘汰。现在的年轻人生存状态令人心酸，有的找不到工作，不敢告诉家里，只能天天在楼道里假装上班；有的硕士毕业，却只能去送外卖，月收入才3000块，还要倒贴油钱。更多的人干脆啃老在家考公务员，考了3年还在考，看不到尽头。为了省钱，不少年轻人只能选择群租房，6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生活。还有人对未来完全失去希望，干脆放弃买房、结婚、生子，选择躺平。但最可怕的是，这些年轻人选择躺平，并不是真的认命，而是在压抑着巨大的不满。这种表面的平静下，实际上暗流涌动。中国人民大学智库的一份报告警告说，青年失业问题在10年内都不会缓解，如果处理不当，极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心怀不满的年轻人往往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。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，到1989年的六四运动，再到2022年的白纸革命，每一次青年群体的集体行动都给执政者带来了巨大压力。就拿最近的白纸革命来说，不就是直接让清零政策翻车了吗？有分析认为，这2200万失业青年就是一个定时炸弹，他们交不起社保，
必然导致养老金亏空更加严重。因为经济压力，他们不敢结婚生子，加剧了人口老龄化问题，消费能力下降，让内循环越来越难以为继。更糟糕的是，年轻人看不到希望，社会戾气不断上升，极端事件频频发生。这些问题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互相关联，任何一个崩塌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这些问题哪一个都够让社会动荡的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，很多都会翻墙。他们看得到外面的世界，知道自己活得不该这么难。最近几个月，各地极端事件明显增多，满门被灭的案件一个接一个，连女法官都被杀了。大家都在问，这是为什么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当一个社会的年轻人看不到希望，整个社会就会充满戾气。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已经不像他们父辈那样，愿意用放弃政治权利换取收入增长了，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交易已经失效了，政治权利没有了，收入也在不断下降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2200万失业青年到底会成为点燃社会变革的火种，还是会变成被时代抛弃的一代？答案或许很快就会揭晓。毕竟，任何社会的稳定都不可能建立在年轻人的绝望之上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的真相，请帮忙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、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